这一节我们要讲的主题是 RAG。那 RAG 的全名呢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其实由这个名字呢是不太看得出来它要做什么事哦。那当初第一个提出这个名词的人，后来在网上承认说他这取的名字并不好啊，但是已经被发表成论文了，大家就沿用。那简单讲呢，它是经由 retrieval， 经由检索的方式，然后找到相关的外部的资料，那把这些资料呢能够增强它的 query， 变成 augmented query， 然后把这个 query 送到 LLM 里面产生更好的结果。那所谓的 generation 就是指大型语言模型所产生的结果。好，那这是 outline 首先我们会说明 LLM 它的长处和短处，那再过来是如何用一个好的 prompting 来改善 LLM 所产生的结果。那接着我们会讲到 RAG 的基本的组成，那最后呢会给一个 RAG 的应用的范例。首先我们说明我想大概大家都知道从2022年底 ChatGPT 就很风行，那这一类的对谈机器人都是根基于 LLM， 就是大型语言模型那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一类的 Chatbot 呢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 Cloud Based， 通常只能在云端使用。所以它大部分是 closed speak model， 所以 closed 就是说它的模型没有公开你没办法把它的模型下载回来。那因为它很大，所以基本上只能在云端使用。那另外一类呢是 local based， 就是根基在本地端，那都是 open small model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model 整个模型抓回来，所以它是 open 的。那因为它很小，你才能抓回来所以这大部分是 small models。那在这个 closed speak model 里面呢，最常看到的就是 ChatGPT， 这是 OpenAI 这个公司所发行的，然后 Gemini 这是 Google 发行的，那 Claude 这是 Anthropic 发行的，那当然还有文心一言，这是百度公司所发行的你可以想象这边都是大公司所发行的模型所以要建构这样的大语言模型，实际上要花很多经费、很多算力、很多电等等那另外一个 local base 根据在本地端的 open small model 也有很多包含 Llama 这是 Meta 就是脸书的母公司所发行 ，Breeze 这是 MediaTek 就是我们台湾的联发科所发行Mistral 这是法国的一家小公司叫 Mistral AI 所发行。那当然还有台德这个是台湾的国科会委托台湾几位有名的教授，在 AI 研究出色教授，那训练出一个 local 端的模型叫台德那下面这个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 performance gap of top curls with open model， 就是在这些模型里面呢，有一些是 curls， 有些 open， 那它的能力差多少呢可以看在这里，在 agent-based behavior， 那当然 closed model 比 open model 就会好很多差了等于说多好的317个百分点那数学的 reasoning 好了将近40个百分点，那 coding 写程式方面好了将近50个百分点，那general language 的能力呢，在好了将近30个百分点。所以基本上呢，这个 closed model 呢，因为它很大，所以用很多资料去训练出来，做整体的表现都会比 local base 的 model 还要好那当然，我们为什么还是要用 local base model？ 有很多原因，一方面它比较小所以在 local 端使用不用付费给这些大公司。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公司里面的机敏资讯，你实际上也不想送到云端，你要保密的话，只能在 local 端使用那另外，当然 local 端使用呢，你可以进行 local 端的 fine tune 如果你有一些资料过多，你就可以 fine tune 成一个你想要的模型所以是各有优缺点。那这个表呢，是从 AI Index Report 2024年所发表这是Stanford李飞飞教授他所领导的 AI Center
每年都会发表一篇等于是整整一本有关于 AI 的调查那里面有很多统计数据，那同学如果有兴趣，可以在网络上查一下，就可以去看到这一篇报告。好，那 LLM base 的这个 Chatbot，它通常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优点我想都不用讲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它对于文件和文本的理解实际上是很厉害那它产生的文本也是非常通顺所以不管是做摘要、做翻译，甚至写程式，基本上都应该是比人还要厉害一些但它的 weakness 呢，就是它的弱点在哪里？它可能会产生幻觉，然后产生错的资讯这个尤其是比如说你问 ChatGPT 3.5，比如说你直接问他说，请介绍张志新他就会乱讲一通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搅在一起那当然有一些如果说比较旧的语言模型比如说3.5，它的资讯直到2022年那如果说譬如说你用 Bing 它的资讯就会比较更新一点，就会比较及时一点，同时也会把它找到资讯的网页列出来，所以比较可信度那再来呢，对于知识密集型的任务呢，它的解决能力不足那这个也慢慢有了新的解决方案，譬如说ChatGPT O1，它可以用 chain of thought 的方式慢慢来把一个问题慢慢把它分解开来，把它解决掉但是目前对于比较旧的版本其实是能力还不够那这个得到的资讯可能尚未授权，这个跟我们就比较没关系，这个是大公司他们要担心的事情。所以很多大公司呢常常会被告就是因为他没有得到允许之下，就拿了网络上的资讯来进行训练那这边有一些 reference，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点进去看看。好，那 LLM base 的 Chatbot有时候我们讲它就是 LLM， 有时候就讲 Chatbot， 实际上两个会混在一起讲那意思都是一样那你可以怎么样让它 performance 变得更好呢？甚至不要有 hallucination， 然后回答得更完整一种是使用一些比较特定的 prompts你可以鼓励它你可以 take a deep breath， 或者是 do this step by step， 然后再说明你的问题那也有人说可以用情绪勒索的方式你可以讲说你再不把这件事情做对，我就完蛋了，我就要被删了，我就要被退学了。那这样他据说他可以做得比较好但是要注意呢，这一类的 prompt 呢都是对旧版的LLM 旧版的 Chatbot 做得比较好，比如说3.5 ChatGPT 3.5它可能做得比较好，但是到 ChatGPT 这个 4O 或是到 O1， 其实有时候这些 prompt 有时候就不是很管用那你也可以给定一些特定的范例，你可以给 Zero Shot Learning， 就直接问他什么都不给。那你可以给他 Few Shot Learning， 就给他几个范例，跟他讲说，这些问题大概是怎么做的，然后请他做一个新的问题那这样也会得到比较好的结果。那你也可以给他很准确一条一条的 instruction 这有时候这叫 chain of thought， 跟他讲怎么做某一件特定的事情。那最后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 RAG。RAG 很简单的，就是我们要 document retrieval， 从重要文件里面抽出重要的资讯，然后把这个query 增强这个 query， 然后得到比较好的结果我们后面马上会看到那这个 RAG 呢，就是 retrieval augmented generation 它其实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 retrieve relevant information from external source。这 external source 呢，我们通常说它就是一个知识库或是一个知识源，然后来利用这些新产生的抽出来的资讯来增强你的 query， 增强你的查询那接着呢，就是用这个增强式的查询呢，那希望从 LLM 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那这里就画一个图出来原来呢，这个橘红色这条线呢，就是原来你直接问 LLM， 然后得到结果。所以上面这一块呢是最原先的流程那加上了下面的这个路径呢，就会变成 RAG 的一个flow chart 也就是说你这 query 呢，在进 LLM 之前呢，你先进到一个 retrieval。
那 retrieval 呢，就可以到外部的 knowledge base 呢去 retrieve，去检索出重要的资讯出来。那把这些重要资讯呢，把它夹杂在你的 query 里面，好，就是这条蓝线的知识和你这条原先红线的 query，把它结合在一起，一起送到 LLM， 那这时候可能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好，那通常我们把 retrieve 出来的东西呢，有时候呢，你是根据，譬如说这边有10000篇文件，那你就可以抽出10篇或是5篇比较接近的文件哦。那有时候你连文件也都太粗，你先把它切成段，或是切成一段一段主题式的段落哦。那这个我们通常叫做 chunk 哦。那如果把它切成 chunk， 呢，就变成说比如说从10000份文件里面，每一份文件可能切成10个 chunk， 那你可能要抽出最重要的，譬如说5个 chunk 出来，那把这 chunk 一起送到这个 LLM 里面哦。那在我们下面要举的范例呢，当然是我们的 chunk 就等于文件哦。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特例。那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可以把文件先切成 chunk， 依照主题切成 chunk， 然后再送到 LLM， 可能会得到比较精细的结果。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进行这个 rig 哦。前面这个 flowchart 一讲就讲完，其实概念是很简单的哦。那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 rig 哦。那事实上这后面这些实验过程呢，都是根据我的博士班学生杨德伦他的口试哦来说明。那后面我会给出完整的口试连接，你可以去看他口试的报告。那他口试报告里面有好几个范例，我只抓其中一个最简单的范例出来说明给大家听。那我们的 knowledge base 呢，就是我们要去往外问的知识库、知识来源是哪里呢？是 Chinese Wikipedia， 也就是中文的维基百科。那这边 support 是繁体的维基百科哦。那你在进行 IR 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呢？哦，那这边呢就是做了一个叫 flag embedding 哦，用这个方式哦，这可能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的程式嘛。那你可以把它把文件把它产生 embedded vector， 那它最长的 sequence 呢可以达到8192个 token 哦。那这里又分成3部分哦。第一部分是 dense retrieval 哦，就是把它产生 embedding， 产生 embedding 之后呢，哦，你可以根据embedding 就是一个向量嘛，那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的 query 的向量跟你的knowledge base 里面的向量，然后算它的 similarity 或算它的相似的程度，然后就把比较相近的 document 抓出来哦。但是抓出来之后呢，你的问题到对应的 document 有时候不是那么完整，有时候呢，你希望呢能够训练出来的结果，能够 retrieve 出来的结果呢，是能够就是有包含答案的部分。那所以这边它有另外一个程序，就是利用一个 re-ranker 哦，来把这个前面的 embedding 哦已经 embed 过的向量，然后再重新 re-rank 做一次，让它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哦。那这个细节呢，其实我就不讲。其实它简单的说法呢，简单的做法呢，就是不只是根据问题和文件的相似度，而是根据问题和文件以及文件可能包含的答案一起来算相似度。那这样的话，通常你 retrieve 回来的结果呢，比较适合回答你的问题。那最后呢，你要算相似度的时候，有一个 FAISS 哦，这是应该是 Facebook 的 AI 的 Similarity Search 哦，就是说你怎么样很快的找出来哦，在向量空间里面离你最近的那个点是在哪里？哦，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研究呢已经进行了应该有30-40年吧。哦，就是说我们通常给一个向量点，你要在高维空间中找出跟它最近的一点哦。举例说，你这个在高维空间中有100万个点，那这时候你给一个新的点，请问哪一点距离你最近？哦，那最笨的做法，你当然是算出这一点与100万点距离，得到100万个距离，然后再来排序。那这当然是很笨，会花很多时间。那我们就有很多其他的方法，来让它很快速达到对于最近邻居的搜寻，所以这个是 FAISS 来做的事情。
所以这部分是 IR 的部分哦。那它算这个 similarity 是利用这个 embedding vector，但是后续我们也会提到哦，你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进行这个 information retrieval 哦。那一种方式呢，就是利用BM25，这是另外一种算 similarity 的方法，或是 TF-IDF。那这个我们在另外的文件中都会再说明。那这边它要用来评估的 ALM 呢，就包含这几个 ALM 哦。那因为这是今年7月的口试哦，所以那时候用的这些 local 的 model 呢，有时候可能还不是那么新哦。现在其他有更新的 model 其实也已经出来了。那你要测试这个整个过程的好坏嘛，你当然要有一个用来评估的 data set。那我们用的是 TTQA， 这也是联发科所整理出来的 data set。但它不是很大，只有100多题，这个我们后面也会再提到。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 knowledge base， 这个就是中文的维基百科哦。那这边抓了很多资料抓了138万笔资料哦，等于说138万篇的维基百科。那这些资料呢，序列长度最小只有三个 token， 最长到7万多个 token。所以你把 token 数把它画出来这边是资料的笔数，那这边是它的 token 数，等于说这是token 就是文章长度的 histogram 你会发觉这边看其实不容易看出来，你把这边把 x 轴变成 log scale， 把它用 log 把它展开来，你会发觉就是有其实还有蛮多长度比较短的文章。那长度比较大的文章比较少，但是它因为量很大，整个把它拉开，你看起来这边好像都是0其实它都有这样一路上开来那利用这个138万笔的资料，等于说你给任何一个问题，它必须到这个138万笔里面，比如说找出最重要的100笔出来，或是最重要的10笔，然后再10笔，然后把它排序完以后再取出最重要的，比如说3笔，然后一起丢到ALM 里面去进行询问后面会有范例。好，那我们这个问题集呢是叫 TTQA， 叫台湾常识问答集。那这是 MediaTek 所整理出来，这个为选择题，应该是单选题，总共103题。那这边分了15个类别，包含什么 Animal Architecture Attraction Comedy 等等。那103题呢，其实比较少，其实是不太够的，因为我们为了要完整评估测试，其实103题是不够。那这边只是一个简单的范例那这边题目的类别是让我们没有用到这个类别这个部分只是让你参考而已。但是我们真正在下 query 给 ALM 的时候，并不会用到类别的资讯。好，这边是 TTQA 的一个范例他跟你讲 category 是 architecture， 就是建筑物那 question 其实是它先有一个答案在这里，圆山大饭店然后再有个 question 就描述这个答案。那这边讲的是位于台北市中山区剑潭山的旅馆，成立于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等等等等一路描述下去那这里有四个选项那答案是2，因为它在它这个选择题里面呢，第一个答案是从0开始，跟拍场一样，所以是0、1、2、3，所以第3个选项答案就是2所以有问题有答案给你。那我们现在要测试，就是根据这个问题，那 ALM 能不能够回答答案能够把正确的答案找出来。那这边牵涉到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 data 的 preprocessing 预处理。预处理呢，我要把 Wikipedia 的 raw data 把它抓回来。那每一个 document 或是每一个网页就当成一个 chunk，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资料清理，把不必要的拿掉，然后把它塞到 database 里面那这些 document 呢，我其实还要从 database 还要再抽出来做 text embedding 把它转成一些 embedding 的向量。然后这些向量呢，每一个向量都有一个 document ID， 然后把它存到一个 vector database 里面。这个后续我们要检索的时候会比较快。那这边就会用到 FAISS， 就是 Facebook
的 nearest neighbor search 的 library。那这是要事先做好的部分。那再过来呢，是你要进行即时处理的部分。那当然，你一个 query 进来使用者问题进来了，那你要先把它 text embedding 转成一个 embedded vector。那用这 embedded vector 呢，去找出最像的100个结果。那这个就是用 nearest neighbor search 的方式找出这100篇跟它最相关的文章。那接着呢，要把它送到第二个步骤叫 re-ranking， 就是把它稍微重排一下，你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100个文章里面是不是有包含问题跟答案，比较像是这种问答形式，可能会出现在哪几篇里面，那你就用 re-ranking 的方式找出 top K 出来，那 K 在我们后面会讲到 K 是等于3。等于从这100篇里面，你找出3篇最适合来回答这个问题的文章。那找出来之后呢，我就把这个 document 这个最像的这3篇 document， 把它送到一起，跟我原先的 query 把它绑在一起，那送到我的 LLM 里面去，所以是叫 augmented query。那接着呢，就请 LLM 产生结果出来。那这边要注意有时候 LM 你丢给他，他会产生不出结果。有时候你跟他讲选择题，请回复 A、B、C、D， 他会回复其他不是你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是会 retry。如果回答答案不是我们要的，我们就说抱歉，再试一次，再试一次。那试这个次数最多到500次。那你真的在试的时候，你会发觉。最多只到198次，答案就会回来。那接着呢，我们要进行成效的评估以及错误的分析。所以最重要的是前面这几个步骤，这几个步骤要全部做好以后，你才有办法开始进行这个资料集的测试。好，那在进行 dense retrieval 和 re-ranking 的时候，你会发觉大部分相似分数很高的文本资料，大部分排在前3名。那我们就用 K 等于3作为实验的初始设定，也就是经过 re-ranking 之后，我只抓出前3篇，然后就跟我原先query绑在一起，然后一起送到 LLM 里面去。那这边下面是一个实际上的范例。好，来看一个简单的范例。假设我们只使用 top 1的检索结果，那要怎么用这件事情呢？你看它先检索之后，经过 re-ranking。得到很多个文章就列出来了。然后你把第一篇圆山大饭店是什么东西，把它塞到有没有背景知识如下，这个就是你 retrieval 结果把它塞进来，然后再把你的原先的问题塞进来，是哪个饭店，然后呢从以上的选项选择并回答，它特别跟 LLM 讲说，答案只能选项是 A、B、C、D 其中一个。而且在回答一开头就要显示答案，而且就跟他讲左右边都要有刮弧，好像在跟小学生讲一样。那回答内容只能是一句话，不能有换行符号，就希望他就吐出来 A、B、C、D 其中一个答案。但是就我刚刚讲，他有时候会 hallucination， 就乱吐其他不是 A、B、C、D 的答案，或是吐出来一些他自己想要的说明。那这时候就可以 retry， 再试一遍，再试一遍，直到符合我们要的答案为止。所以一般来讲，你对 LLM 的 evaluation 用选择题是最容易。如果你叫他回答一段文章，譬如说你问他说，如果日本没有轰炸珍珠港，请问2次大战之后世界的局势是什么样子？这种就是 open 的答案，这种就很难用电脑来自动评估。所以你一旦要评估 LLM 的结果，他们是变成像这样的选择题，或是填充题，或者是简答题。如果是申论题的话，其实很难来评估它产生的效果是好还是不好。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使用 Top 2的结果。Top 2的结果，比如说问题，台湾第一个现代舞团，就是问题这么长，然后把这个问题丢到我们的retrieval 里面得到这几个结果。那我就抓前2个答案。第一个答案是林怀民，林怀民括号有没有？就是这是第一个答案在这里。
抱歉，不是答案。第一篇最相关的知识在这里，最相关的Wikipedia 的文章哦。那接着呢，第二个答案呢，我会把它塞进去，这是第二个抱歉，不是答案，就是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最相关文章塞进去。那把这两个跟原先问题把它并起来，就得到一个 augmented query 哦，就是增强式的查询，然后再把它送到我们的 ALM 里面去。那后面这些都跟前面一样，是希望它只能吐出一个答案出来。那所以最后呢，我们最后来看看它整个测试的结果。对于103题那使用的模型使用的dataset， 但是就我们前面讲的 TTQA 那这边可以看出来，这是不同的模型所得到的结果。那蓝色呢是表示说没有用到 RAG， 然后这个橘红色呢表示有用到 RAG， 所以你可以看到橘红色对于这边所有的 model 来看呢，几乎橘红色的高度都会高于蓝色的高度，那表示这个 RAG 我们的 RAG 是有效的那因为我们的这个 LLM 也读过各式各样的文章嘛，那所以你如果不使用 RAG， 它还是有一定比例一定的程度可以得到，比如说这个台湾拉玛可以得到57分，57%是对的。但是你如果把文件再加进来，你看它可以得到88分，得到更好的结果。那在那个时间点，我们用了 ChatGPT 来测试如果不做任何的 RAG， 那 ChatGPT 达到分数是最高74.76。那作为 RAG 以后，它分数更高88.35，那其实就是跟这个台湾拉玛一样高那如果现在用比较新的 model， 比如说 4O 或是 O1， 我相信这个效果会更好才对那这边有列出来，这边红色的部分是有设定 quantization， 有设定量化。设定量化一方面是让模型变小，一方面是让它运算速度变快量化意思就是把原先是可能是 double precision 的里面那些 weight， 那把它 quantize就是把它 quantize， 把它用譬如说32 bit integer 或者16 bit integer 来逼近原先 weight， 那整个 model 呢，就是整个它占用的空间就会变小，但是它的准确度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那这个是每个模型进行有 RAG 所花的时间，那这当然大部分有进行 RAG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没有使用 RAG， 执行的时间就会比较短一点所以这个应该是浅绿色是有 RAG， 所以时间比较长一点那有一些刚好翻转过来像这个有 RAG 时间反而比较短，这个我想是实验上可能有一些误差造成这个结果。那一般来讲，因为你有使用 RAG， 所以你的 query 会变长所以它运算时间就会变多这样才是一个合理的现象那这边呢是有无采用 RAG 的答题错误数量这边把类别分出来就是譬如说 animal， 它如果没有使用 RAG， 它会答错49题；如果有使用 RAG， 它会答错29题，所以都是有进步所以一般来讲，子线紫色的线段都会比较高，然后浅紫色的线段都会比较短，但是也有例外energy 这里就是有用 RAG 反而错了一题像这种就是要仔细检查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最后来到 conclusion 那简单讲呢，这个 RAG 呢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 QA 原先的你只问就直接问他，不给任何 external 的 information， 那他也可以回答，但是效果比较不好。那如果你找到对的资讯把它塞进去，他就可以回答更好。那这边特别要注意的是 re-ranking 其实非常重要在这篇论文里面我这边已经把论文列出来了这个是完整的 presentation， 它口试的 presentation 在这里，各位有兴趣可以点进去里面看，大概1个小时，那它会讲得更详细，里面也包含其他的资料集所产生的结果那 re-ranking 如果不用的话，会让 RAG 的效果差很多那 re-ranking 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光直接算你的知识，你的 external database 和你 query 的相似度其实是不够的，
你会更有概念，知道说你是要回答问题，那根据回答问题来计算的相似度，那它的效果就会更好。那 re-ranking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那在这篇 paper 里面呢，其实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哦，比如说我们的 error analysis，我们是不是把它的误差可以拆开来成两项？因为 reg 实际上是两部分嘛，一个是 retrieval，一个是 generation 哦。有可能第一步 retrieval 就错掉了，对不对？你拉到3篇文章根本没有包含这一题的答案，那你根本在这里就错掉了。那这时候 generation 也会错。那第二种情况呢是 retrieval 是对的，但 generation 是错的。那这表示说这个 generation 就是 LLM 做的不够好哦。所以呢，如果你能够拆开来分析，就可以知道是你的 retrieval 做的不好，还是你的 LLM 做的不好。那这件事情也是有点困难，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个 data set， 每一题都知道说它的答案在哪里，要能够把它标出来。哦，那这个 data set 其实网络上也可以找得到。所以将来可以用这样的 data set， 你就可以很容易把它拆开来，就知道是我们要改进 retrieval 还是改进我们的 chatbot。那在 retrieval 方面呢，也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有 BM25啊，有 TF-IDF 等等，还有很多我忘了打3个点哦，表示这边的方法有一堆哦。那但是这个 BM25、TF-IDF 都是比较旧的方法，但是比较快速哦，比较快一点哦。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把它转成一个dense vector，然后再用FAISS 去加速它的比对哦，它得到效果会好一些。但是有时候你要测试一下 BM25也是一个蛮强的 baseline 哦。然后呢，你还可以让你的 setting 呢做一些 fine tuning 哦，比如说我们的 chunking， 我们就把一整篇一页网页一整篇文章当做一个 chunk， 这其实不见得很好。那其实有可能，你是不是有可能把这些文章呢，根据它的主题把它拆分开来？哦，那这样 suppose 它就会做得更好。那用主题来拆分我们的knowledge base 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是很好做。那当然你也可以使用 LLM 来做这件事情哦，等于说用 LLM 来把这个一篇文章依据主题把它拆分开来，那这是你的 chunking 就会做得比较好一点。那另外呢，也有人在想办法把这个你的 knowledge base 呢，把它转成所谓的 knowledge graph， 哦，就是知识三元组。那利用三元组的方式呢，让它知识表达更明确，那这样 LLM 可能就会做得更好哦。那还有 Top K， 这 K 应该是多少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在当下用一些 adaptive 方法来决定呢？这也是适合研究的主题。那当然，这边 evaluation 呢，只是目前我们只做在一个 dataset 只有103题，这实在是太小了。哦，那如果进行 evaluation 在一个更大的 dataset， 这样的话它的客观性才会提高。哦，那其实网络上各位可以找到，有的人都用国考、用职考的题目去测试，哦，那题目就是多的不得了，有时候会到10000题。哦，那这种测试它就会比较客观，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它会花很多时间，它的算力要很强，才有办法把这种测试完整的做完。那最后，如果你对这篇我们刚刚讲的范例有兴趣哦，你可以看一下德伦的口试录影哦，那它口试主题是以生成式 AI 为基础的知识检索哦，算是一个蛮不错的简介，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好，那有关于 RAG 介绍，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